什么有些患者补了就掉？因为蛀牙没有挖干净，你补在那个松软的齿质上，蛀牙的齿质上，当然一补就掉啊。所以一定要清到什么？三宝牙科讲喙齿，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好，我们今天来讲蛀牙。你看啊、影片啊哈，很多病人来啊，我说我崩了一点点呐哈，掉了一点点呐哈，你们看哦，就是之前补过那个孔银合金呐哈，前面这个崩的掉了哈，那帮我补一下。有时候我们没有拍 X 光啊哈，以为那个洞很小啊哈，事实上有时候里面都蛀牙，所以补很久的汞银合金啊、银粉啊哈。下面有没有隐藏蛀牙，真的是要挖掉或者照 X 光啊，X 光也不一定看得出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挖下去真的是很大哈，所以我们这个影片主要跟大家介绍说如何一秒惹怒牙医要补得掉了啦，帮我补一下哈。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补很久。我们看影片哦哈，好，补得掉了怎么办？我们就开始照 X 光看起来很大哦，所以我们就建议病人在显微镜之下小心，帮他把之前的银粉啊都拿掉啊哈。有些银粉震一震就掉了，因为银粉的填补跟树脂的填补不一样，银粉的填补都是用压挤把它压密合，我们树脂的填补是用粘的。所以要加粘着剂啊哈。我们银粉弄掉之后，我们担心挖太猛，挖到它的神经啊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显微镜下，小心帮它把蛀牙的部分把它拿掉，拿干净哈，这样子能够不要抽神经是最好啊哈。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什么？保护神经，所以都要很小心翼翼的把蛀牙拿掉哈。你看哦，挖不完。我们补的东西，不要以为补牙很简单哦，补牙不是那树脂空起来照光的继续啊，不是哦，无可能那补物件补伫迄内底是松软的土石吧，一定厝一定会倒的啊为什么一补就掉？为什么有些患者补了就掉？因为蛀牙没有挖干净，你补在那个松软的齿质上，蛀牙的齿质上，当然一补就掉啊。所以一定要清到什么？清到挖下去就挖不动的齿质。可是呢，靠近神经的地方我们就要小心把它保护起来你看有时候挖不干净，有时候太里面不好挖的啦我们还要用什么还要清除一下拿那个高速手机。把那个珐琅质的部分再移除一点所以我们就上雨衣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把蛀牙拿干净这些都要花很多的时间的所以补蛀牙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当然有些小蛀牙还好啦，这些比较大的蛀牙，而且之前就补过的大蛀牙之前就补不小的X 光看下去补的地方你下面黑一片的没有痛啊，挖下去随便挖就挖到神经了，很容易所以有时候不是牙医是挖的太大力造成的啦可是这个蛀牙的地方松软的地方就已经跟神经很靠近了，所以一挖就挖到神经，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状况产生我们会在显微镜下小心一步一步挖这个蛀牙，所以我们挖这个蛀牙，我们大概就花了30分钟所以你每一步都要好好用显微镜下仔细检查把那个不好的齿质要把它拿掉该拿掉的东西要把它拿干净所以这些都要花很多时间。你看它有比较靠近右边那一面的墙已经剩下薄薄一片了这一咬我们咬力一咬下去，事实上它就会裂掉所以这理论上一定会要做假牙啦可是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先把蛀牙拿干净，不管你要不要做假牙，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先把蛀牙拿干净这是我们的原则小心翼翼的所以拿这些蛀牙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要小心帮患者保留比较多的齿质然后我们要开始填补了我们这一步叫
栓死啊，栓死就是让之后补的树脂能够牢牢抓住那个树脂啊，所以要先把它表面做粗糙化我们在珐琅质上做栓死啊然后冲水清干净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粘着剂有些医生是补那个汞银合金就按那太克力，就是银粉打一打就塞进去让它卡住就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不用那个汞银合金了啦所以我们就是用照标准步骤栓死，然后上粘着剂，然后隔丝照标准去做这样子。这样子才可以确保我们补的东西能够用的比较久一点当然，这个患者的齿质真的剩的不多所以还是建议要用牙套或者灌盖底做一个盖子把它保护起来，不然以后裂掉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大然后慢慢的补上树脂这样子才可以一层一层的堆叠树脂就是像这样，树脂就像粘土慢慢的堆叠，一层一层堆叠在上面牙齿上面所以它的硬度跟你自己的牙齿比起来，硬度比你自己的牙齿还软所以你要比较像你自己的牙齿的话，还是要用做假牙陶瓷，比较接近自己的牙齿，它硬度也会一体成型，因为树的东西它间接没有很强所以用久了它还是会有崩掉裂掉的风险，尤其在临界面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崩裂所以在临界面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能建议还是要用假牙做最后的保护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咬合面形成一个一体至少要做个盖子。你不做不修整全，至少我们建议现在主流都是做个盖子，让受力的时候均匀分散，这样子牙齿才可以用的比较久所以像我们昨天就有遇到一个上面没有蛀过牙，最后一颗上面最后一颗没有蛀过牙，然后说咬起来会痛痛的，我们一看才30几岁，不到40岁，牙齿已经啪裂开了，比较少见没有蛀过牙，没有蛀牙通常蛀过牙裂掉的风险比较大没有蛀过牙，而且有点年纪才30几岁就已经牙齿咬到裂开了，裂掉了所以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牙医是爱赚钱就是我们真的看很多就是裂掉的牙齿今天早上也有遇到一个因为咬起来酸酸的，我们可能就建议还是要做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咬起来硬硬的酸酸的这有可能就是裂掉的前兆我们在我们牙医的社团就很常看到听到尤其是工程师压力特别大每天都在遇到那种咬裂牙齿裂掉的患者所以像这类的患者，所以都建议用至少要做个盖子把它保护起来，力量均匀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是照标准该补的把它补然后树脂一层一层把它堆叠起来蛀牙把它挖干净，保护好神经树脂一层一层把它堆叠起来，因为树脂有时候会收缩，有时候会有缝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一层一层堆叠，最主要是考虑这样的。那照光从软的东西照光之后，它产生形变它会有收缩的问题所以要一层一层堆叠。所以它本体还是跟珐琅质比起来还是软的东西还是异材质所以建议还是整片盖子这样子做个盖子把它保护起来是最好，让力量均匀下来还是最好。那知道吗？影片跟大家讲所以有些小蛀牙有时候不是医生不帮你补X 光一看就是里面一个大洞，你看到的小蛀牙跟我们看到的蛀牙是不一样X 光看起来里面裂一个大洞所以还是要小心所以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是用显微镜下好帮患者填补，这样子对患者是最好的好，谢谢，拜拜。